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我認為可能會徹底改變你看待世界方式的主題——行星療癒。先別急着把它跟環保畫上等號哦，這不只是愛地球那麼簡單，它更像是一場發生在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革命。好，那一開始我就先拋出一個問題來挑戰一下各位的思維框架。如果我跟你說要解決氣候變遷社會撕裂這些全球性的危機，那個最終的答案不是什麼更厲害的 AI 或新科技，而是藏在我們每個人大腦裡的一種狀態，你會怎麼想？聽起來可能有點玄，對不對？但別急，接下來的分析，我們會從科學跟文化的角度，一步步揭開這個驚人觀點背後的堅實證據。好，第一部分，我們得先找出地球更深層的病。我想我們都有個共識，就是地球生病了，而且病得還不輕。但問題在哪兒？問題在於我們過去處理的方式，說實在的，有點像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醫生。我們拼命的去處理海平面上升、生物滅絕這些很明顯的症狀，卻很少有人停下來問：到底是什麼樣的根本原因，才導致了這一切的發生？有一位重量級的環境律師叫 Gus Space， 他說過一句非常震撼的話。他說，那些頂尖的環境問題，追根究底其實是自私、貪婪和冷漠。而要解決這些，我們需要的不是新法律或新科技，而是一場精神與文化的轉型。哇，這句話我覺得就像一把手術刀，非常精準地切開了問題的核心。真正的病灶不在地球本身，而是在我們的人性裡頭。耶魯大學的蘇珊·普士考博士把這個現象分析得更透徹。他說，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其實就是兩種文化在拔河。第一種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主流文化，它就像一場永無止境的賽跑，不斷告訴我們，你必須競爭，要追求更多的財富、更高的權力、更大的名聲，把身邊的人都當成對手，把大自然當作可以無限榨取的資源。然而，有另外一種文化正在悄悄崛起，它強調的不是競爭，而是連結。它鼓勵我們跟他人合作，關懷彼此，追求的是內在的成長、愛，還有找到自己生命的使命感。你看，前者讓我們越來越疏離，而後者才讓我們越來越完整。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好，既然問題是出在文化和心靈這個層面，那解方自然也要從這裡下手。於是，一個全新的思考框架——行星健康學，就這樣應運而生了。那到底什麼是行星健康學？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地球生態系版本的整體醫學。他認為，人類文明的健康跟地球自然系統的健康，就像是同一個身體的不同器官，根本就分不開。所以，我們不能只關心人類社會的 GDP， 也要關心森林的覆蓋率。不只關心我們個人的心理健康，也要關心整個社會的文化是不是健康。這是一場涵蓋了環境、社會還有心靈的全方位健康運動。好，這個理念聽起來很棒，但問題是具體該怎麼做？我們要怎麼去啟動這場巨大的文化轉型？普雷斯考特博士就指出了3個非常強而有力的槓桿，它們就像是能撬動整個世界的支點。這3個改變的槓桿是環環相扣的。首先是敘事的力量，我們必須停止在講那些世界末日要來了的恐怖故事，而是要開始去創造，去講一個充滿希望，人跟大自然可以共榮共生的新故事。接着，光有新故事還不夠，還需要內在的力量來支持它。也就是透過冥想、反思這些方式，從我們內心深處去培養智慧、愛與使命感。最後，為了讓這一切不只是空談，我們需要融合的力量，也就是把冰冷的科學數據跟溫暖的藝術情感結合在一起，這樣才能真正的觸動人心。
就像靈魂樂的傳奇馬文蓋，他在歌裡面唱的：“天哪，憐憫我吧，世界早已不是過去的模樣。”這句歌詞，我覺得完美的道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集體焦慮，而這份來自藝術的感嘆，也正好為我們接下來要談的科學證據鋪下了一條感性的路。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科學家是怎麼用儀器去測量那種人與人之間連結的感受。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因為它可能會徹底改變你對感覺這件事的看法。我們剛剛談了很多關於連結的理念，聽起來可能有點抽象，對吧？但現在我們要進入硬核的科學證據部分了。科學家發現，連結感這種看似虛無縹緲的情感，其實是可以在我們的大腦中被精準地觀測和測量出來的。耶魯大學的神經科學家 O'Connor 博士就設計了一個非常巧妙的實驗。他找來一群受試者，兩一組坐在一起，然後讓他們戴上一個特殊的腦部掃描儀器。這個儀器可以即時監測他們大腦的活動。實驗的目標很簡單，他想看看一段音樂究竟能不能像施展魔法一樣，讓兩個陌生人的大腦產生共鳴。結果出來真的超乎預期。他們發現，如果只是單純讓兩個人對看，或是單純聽音樂，那種連接感，會增加一點點。但是，當你讓兩個人同時有眼神接觸，有聽着一段特定的音樂和弦時，他們主觀感受到的連接感是直接飆升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層次。這就證明了視覺加上聽覺產生了一種1+1=2的強大化學反應。那他們的大腦內部到底發生了什麼神奇的事？科學家發現了3個關鍵变化。第一，大腦裡有個地方叫角回，它就像我們的社交雷達，突然之間就火力全開，變得異常活躍。第二，更酷的是，我們大腦裡負責身體觸覺的區域也亮了起來，這代表我們是真的在感覺到對方，而不只是想到對方而已。但最關鍵的是第3點。兩個人的腦波竟然開始以相同的頻率同步震盪，就像兩個調音完美的樂器產生了共鳴。這引發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研究團隊把這個發現帶出實驗室，應用到真實的社區裡。他們發現，當一群人實體聚在一起，伴隨着現場音樂進行正念練習的時候，他們的壓力顯著降低，社交連接感也大幅提升。但最有趣的地方來了，當他們把完全一樣的活動搬到線上，透過視訊會議進行時，你猜怎麼着？那種增進社交連結的效果竟然幾乎消失了。這強烈的暗示我們一件事：熒幕或許可以傳遞資訊，但那種真實的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能量交換是無法被取代的。好，講到這裡，我們已經從宏觀的文化病因一路走到了微觀的神經科學證據。但這一切的分析，最終都指向一個終極問題。所以呢，知道了又如何？到底什麼才是那個能驅動我們所有人跨越自私與冷漠，真正開始行動去保護地球的終極按鈕？答案來自一個驚人的數字：58000。這不是什麼科學參數，而是參與一個超大型調查的人數。一項橫跨全球 G20 國家，針對整整58000人的大規模調查，他們只想問一個問題：到底用什麼樣的訊息才能說服最多的人一起來採取氣候行動？他們測試了各種不同的訴求，從經濟利益到國家安全，什麼都試了。但最終發現，那個能跨越所有文化、教育程度和政治立場的唯一答案，竟然是我們最熟悉也最常忽略的一個字，就是愛。而且不是那種抽象的大愛哦，而是非常具體的，出於我們對孩子、對下一代以及對這片土地最本能的愛。這才是最強大的驅動程式。所以，這最終回歸到一個非常個人的問題上。我們可以反思一下，我們每天的生活是在為那個充滿競爭的舊文化投票，還是在練習一種充滿連結的新文化？這個選擇或許就是改變世界的起點。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地球真正的病
是源自於我們社會中那種競爭分離的文化慣性。第二，解藥在於轉向一種合作連結的新文化，而這就是行星健康學的核心。第三，科學證明這種連結感是真實的，可以透過音樂，透過面對面的互動，在我們的大腦中被點燃。而最後，點燃這一切的火種，就是最根本的愛。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